我出发前往东京，继续探索日本。新干线买了票，为什么没有座位？找不到路该怎么解决？200块和2000块的酒店，你选哪个？东京大学的饭好吃吗？歌舞一条街是怎么来的？马上揭晓。告别酒店前台的日本老先生，他们真的很有礼貌。从大阪到东京大概有3种方式：过夜大巴、飞机和新干线。大巴最便宜，新干线最快也最贵。我的原则是能在地上跑就尽量不飞，那就选新干线。新干线去哪里坐？来，找个地铁入口进去。我这里是南波站，先要坐地铁去新大阪，可以看到有 Y、S、M 3条线，我们要乘坐 M 玉堂金线。看到箭头指示，你可能以为很快就能上地铁，然而由于大阪地铁线路之间大部分站内不连接，我们需要在站外走路过去换乘。要走多久？地下通道像蜘蛛网，又长又复杂，至少走了1公里。大家还是多预留点时间。终于到达，估计走了1.5公里。我现在 M20 南波，要到 M13 新大阪。在地铁上看不懂听不懂都没关系，大家注意中间的数字，变成13就下车，简单粗暴。哎呦，一拳超人跑过去了。到了新大阪，这里人非常的多，相当于深圳北站。刷卡先出地铁闸机，这外面又是一个地下迷宫，先不要乱走。出来正对地铁闸机往前直走，可以看到新干线的繁体字，上面写着日本旅行的办事厅。进来这里买票。大阪到东京的票分为2种，指定席和自由席，区别是指定席限定车次和座位，自由席不限车次，当日有效。第一次乘坐你不熟，最好买自由席，因为票有点贵，万一错过就可惜了。我买的自由席价格是13870日元。工作人员非常仔细，每个步骤都会和你确认。拿着当日有效的票，我们就不慌了。这里再复杂也可以慢悠悠地找路。从最近的手扶梯上2楼，也是个大厅，右边有很多自动售票机，但是很多人排队，操作也相对复杂，还是在楼下买省心。然后沿着这条黄线向前直走50米，在右边可以看到新干线中央口大字，从这里验票进去，看到一个 Ready 电子屏幕。和我们的高铁站不一样，它的票没有指定进站口，要自己找路。注意看我的路线，左边过来，前面有个 Plasta 的标志，走过来，看左边有个扶梯，就是正确的通道。上来就到了站台，可以直接上新干线。期间没有人检票验票，如果你做错了，在车上或者出站的时候就会被罚款。自由席可以坐任意车次，但有指定的车厢，要去最前面的1号或者2号车厢。我走的是1号车厢的位置，排队等待。车来了，是个子弹头。看前面走这么慢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自由席不限车次，但它的缺点也出来了。指定的车厢座位是先到先坐，那么后来的怎么办？站着等。哎呦，花这么多钱没位置坐，有点不开心。还好下一站京都，人走了1/3，有座了。并且意外得知，我的邻座是一位26岁的东京女士，名叫美雪。有人聊天就好玩多了。15。她给了我很多有用的讯息，比如有2种在东京市区就能拍到富士山的方法。那么日本新干线和我们的高铁哪个更先进？以前新干线是先驱，也是世界上真正意义的第1条高速铁路。现在比较，总体就接近了。细节上各有优势，我们的高铁在电子信息化、速度和车站配备上要好一些，而新干线在乘坐体验、隔音、餐食服务等方面有一套。同样是普通座位，新干线要宽敞一些，看我腿部前面的剩余空间。放下桌板，旁边的美雪脚都能伸直，邻居视角，腿前面可以放一个大箱子，有免费的 WiFi， 当然双方都有频繁的列车员巡视，都很安全。快到站了，再见，美雪女士。下车走出来，我们来到全日本最复杂的地宫之一——东京地下通道，出口超过60个，站内电子地图也失灵了，怎么办？不急，找到周围最近的新干线出站闸机口，在这里先不要出去，往右边看，窗口有2位甜美的咨询员，可以上去聊聊天。不对，是请教一下他们，你要搭乘的地铁线路在哪个方向？这时候他指的方向可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。That way. Okay, thank you. 验票出去，注意新干线的票会弹出，要记得拿走。东京站内10条地铁线却不包括我要坐的浅草线，要走出去。4面8方都是路，看这人流，所以找对方向很重要啊。边走边问，
碰到的日本人都很友好，但是他们也搞不清楚，帮我查询了老半天，非常的感谢。继续走5分钟，到达第2个出闸口。为什么要刷2次票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次新干线的票投进去就吃掉不给了，本来还想收藏一下。再见我的13870日元。走出东京站，离浅草线依旧遥远。看到一位警察先生，警视厅，没错。继续确认方向。警察先生甚至帮我拿了个地图，但是我有电子地图，他就帮我做了路线标记，非常仔细，非常的客气，感谢。现在就简单了，定位恢复加上警察先生的标记，这都找不到路以后就没必要出门。穿过马路，再走10分钟，看到浅草线的日本桥站，又是地下通道，还要走5分钟。终于抵达浅草线，哎呦，不容易。刷西瓜卡进去。坐日本地铁要看站台的提示牌，这是个特快。我犯了个错，没看牌子就直接上去，结果坐过站。因为特快不停 A17 藏前站，那可以坐对面的车返回吗？不行，对面是另一条线路，赶紧出来，要走站台的地下通道，穿越到另一侧才是返回的线路。看那个喜马达，还真是糟糕。这里是鸭上站，也是浅草线的终点站。哎，既然是终点站，为什么刚才的车还能继续往前面开？下车后不懂就问，日本市民非常的热情，他们查询后做了详细解释，我给大家画个图就好理解。原来特急列车并不是地铁，它和浅草线共用铁路，到了终点站会有分叉口，普通地铁到鸭上就停止，而特急列车走右边继续向前通勤，可以到机场，所以要看提示牌。特急也可以坐，但要了解是否停靠你的站点。感谢3位的细心讲解，现在我已经掌握所有规则，强得可怕。走出藏前站，东京住宿很贵，我先给大学生朋友介绍一个日本盒子酒店，对标新加坡的盒子，看它是不是很糟糕。走进住宿区，间距挺大，也干净。青旅通常是上下铺，而日本这个盒子没有上下铺，一个人独享一张床。打开灯可以看到，这个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独立电视，配件包里有浴巾、睡衣、耳机、遥控器都有，上面有衣架、警报器和喷水系统。床下储物空间可以放2口大箱子，也能上锁。自动门里有卖水机器，卫生间带智能马桶，多个洗漱台和淋浴间。淋浴用品是 DHC 的3件套。2楼还有24小时开放的公共空间，配备微波炉和免费无限量冰水供应。淡季价格只要180，大家觉得可还行？我觉得在青旅里面，这大概就是天花板。当然有朋友会说，能不能给个独立的大房间？跟我来，把预算加一加，我们看看在涩谷高级一点的酒店，这家淡季提前预订也要2100左右，有时可以住3付2，直接到18楼。打开门看看，入口有点窄，这是个 king size 的大床房。日本1000块以下的酒店床都很小，2000就不一样了。这边是一些喝水的用具，下面有冰箱，一个简单的衣架。关键是这外面的视野，打开窗户看一下，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，晚上会更漂亮一些。卫生间独立放置一个智能马桶，浴室在旁边，非常小，只有淋浴，另类的干湿分离，极限利用空间。11楼还有个露台，可以喝咖啡聊聊天，这里视野也不错，所以2100你觉得值不值？时间还早，我们坐地铁去拍个富士山看看。还记得美雪吗？他说在东京巨蛋的天桥上能拍到。出来依旧是问路，3位老人家很热心，直接带我上桥。这就是他说的巨蛋天桥。前面的巨蛋是一个体育馆，我拿罗盘扫了一下西南方向，这里被高楼挡住，根本拍不到富士山。没关系，附近还有个天文台，走过去就1公里。这就是文京天文观测台所在的市民中心。我要去25楼。遗憾的是，咨询处的女士拿出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天文台已关闭，要明年年底才开放。我问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富士山，他说今はno，这个我能听懂啊。哎，运气不好啊。来都来了，就去附近的东京大学看看吧。富士山在想别的办法拍。天色也慢慢暗下来，接近了，对面红色的墙里面就是东京大学。过来，沿着右边的路一直往前走，看到铁门，左转进去。今天周五，学校人不多。东京大学是日本最好的大学，曾经培养过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不是一般的难考。这么晚进来干嘛？当然是吃饭。世界上的顶级学府很多，你不可能有时间都读一遍，但把他们的食堂吃一遍还是可以的。随便找个同学问一下食堂在哪。日本人说英语的不多，但这是东大，这位同学的英语就很不错。So yeah, it's right over here. Okay. It's underground.
Yeah. So you just go over that direction. This way. Yes, there's no light over there. Just go over there. Thank you. 感谢。东大路灯太少了，到处都是黑漆漆的。这栋建筑白天应该很好看，谷歌地图老让我走这种偏僻的小路啊。这就是东京大学的标志建筑钟楼。那个同学说的食堂就在这个地下，问题是我要怎么下去？在旁边的阅览室找个同学问一下。这位同学有点腼腆，直接带我去，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食堂的入口。进来瞧瞧，这里叫中央食堂。哦哟，看起来有点高级啊。负一层是个长长的通道，尽头有卖饮料果汁，还有一片不大的学习场地。吃主食要从右边下楼到负二，下来的左手边是出口，这是一位有名的教授。吃完饭再来请教他。点餐区有面条、米饭、汤，还有各种小菜，随便点几个。不是学生可以在这边用现金支付，然后找个位置坐。拉面不错，563日元，2个配菜343，加起来45块，不到外面餐厅价格的一半。毕竟是学校食堂，主打经济实惠。教授旁边一直有同学提问，还得等一等。前面同学的感情似乎很好，大学时期的羁绊往往最真实。曾经有一个学姐，教授呢？完了，教授离开了。哎呀！吃完饭要把盘子放进传送带，统一处理。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同学自己带便当，准备离开。大门已经关闭，从小门出去，可以看到小门晚一点也会关闭。再见，东京大学。接下来准备坐地铁去歌舞一条街。在路上我看到2个下班的同事互相鞠躬道别，这是日本人生活中重要的礼仪，挺好。从本乡三丁目进站，坐到102东新宿站，看对面的兄弟像不像如龙里的角色。出站，我们即将走进游戏的世界。接下来的场景有可能你们比我熟。现在是晚上9点半，街道的热闹才刚开始。从这条巷子下去，如果你玩过如龙这个游戏，你会发现这里就是神市町，无论是拐角、街口、广告牌的布局都几乎一致，甚至巷子两边的人的神情和语调都差不多，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。走过来这里，你看右边这群人像不像游戏里面的小头目？真的很有意思。前面霓虹灯的位置叫林大楼，靠近 TOHO 电影院是个打卡点，过去就是主街。来到十字路口，对面就是 TOHO 大楼，包含电影院、餐厅、酒店，顶楼有哥斯拉雕像。这里就是歌舞一条街最繁华的地方了。两边有很多举着牌子的二次元女生在招揽顾客，大多来自咖啡厅、酒吧。牌子上写着吸引人的价格，实际消费会贵不少。我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听一个朋友说的。说说这条街的历史，歌舞伎町是新宿乃至日本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娱乐街区。2战后，这里成了一片废墟。为什么？Folks, it was 1945. The Pacific War almost over. The United States had control of the skies over Japan. To make it surrender, on March 10th, 1945, the U.S. sent 300 B-29 bombers to attack Tokyo. Thousands of people gone, and Shinjuku totally destroyed. It was tough, but it happened. 1946年，新宿开始重建，原计划在这里启动文化复兴，建立歌舞伎町剧场，但剧场没建成，倒是酒吧、俱乐部、电影院迅速填满了这片街区，麻将馆、小钢珠，还有一些我不能念名字的乱七八糟的店也聚集起来，成了狂欢地。如龙的一部分故事很写实，那么帮派混乱也充斥在这里。90年代被视为最危险的地方之一，2000年之后开始大整顿，引入繁华街对策员巡逻，关闭了大量非法店铺。随着 TOHO 高端电影院和连锁品牌的入驻，逐步洗白，吸引大量游客观光。我们这时候走在这里已经很安全了，就是繁华的吃喝玩一条街。但由于历史遗留原因，依然有形形色色的人在用各种方法谋生，所以二次元各种奇装异服、离谱的表演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有时候你说不清它是繁华还是拥挤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很多微笑的背后藏着无奈和心酸。我是维森，下一期我将全面探索东京。